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先来关心的就是川普跟泽伦斯基呢，在最近又见面了，而且这次泽伦斯基在白宫又穿的是正式的西装，川普对他是大家的称赞。我们来听听川普的最新说法。I think this is the momentum to finish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I think that yes, we understand that Putin is not ready. I think not ready, but I think that I'm confident that.With your help, we can stop this war. I think it looks beautiful in his jacket. Yeah? It's beautiful. I hope people notice. It's actually very stylish. I like it. 川普好像真的很关心、很在乎这个泽伦斯基到底是穿西装还是穿这个他之前比较军装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在这个会谈的过程当中，话题也不断地围绕相关的一些话题哦。不过这一场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有关于川普在第3度在白宫接待泽伦斯基哦。那川普强调他更关心的就是所谓的立即止战，呼吁呢俄乌双方能够就此能够止步，避免更多的杀戮还有冲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升级。不过大家还是很关心美国到底有没有要卖战斧飞弹给这个乌克兰哈。那在今天的这场碰面里面就出现了一些变化，因为这个川普是说他担心即使他想拖一点时间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我很擅长这种事。这样的一个说法，好像是他认为现在的战斧飞弹在这个时刻好像不太适合提供给这个乌克兰，所以出现了战斧飞弹提供给乌克兰，这个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变数？在今天就有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这也让泽伦斯基是相当的傻眼。那按照川普自己的说法是，他希望美国能够保留自身的武器，他们也需要战斧飞弹，他们不希望呢把保卫国家的这些必需品给送出去。可以看到泽伦斯基听到这句话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吃惊跟意外。那另一方面呢，川普除了跟泽伦斯基碰面之外，也即将是不是要跟这个普丁来进行碰面？碰面的地点就是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按照这个匈牙利的总理他自己的说法，他说他很高兴匈牙利能够当成双普会的东道主。基本上呢，布达佩斯是唯一能够举行这种会谈的地方。按照这个总理的说法是说，他因为这个匈牙利几乎是唯一真正支持和平的这个国家，所以地点应该就是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那另一方面要举行所谓的双普会，那普京的这个所谓飞行克里姆林宫到底可不可以穿越欧盟领空来飞抵这个布达佩斯？因为根据相关的一些限制，特别是俄罗斯的飞机现在是被禁止飞入美国领空，包括了欧盟的领空同样也被禁止。因此如果普京要飞往布达佩斯，他需要获得特殊的许可才能飞越这个欧盟的成员的上空。根据欧盟发言人就说，这个成员国可以给予豁免，但必须要成员国单独来给予，可以说开了一扇门。另一方面，除了要飞越这个欧洲的这个领空之外，甚至呢俄罗斯还提出了普京跟这个川普的隧道要串联两国，还点名在马斯克来进行施工，可以省上千亿元。这个隧道是要穿过白令海峡，在这个下方新建川普跟这个普京的这个铁路，能够串联这个两国，所以还点名让马斯克来做相关的一些施工。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美印有没有可能来联手制裁俄罗斯，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按照川普自己的说法是说，莫迪有跟他们保证，他不会向俄国购买石油，同时也承认印度不能立即停止购买接收俄油。虽然是说按照川普的说法是说莫迪是答应他不买，可是不是此时此刻。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印度的外交部是说我完全没有听过啊。印度的外交部长发言人就说，他并不了解川普与莫迪之间有任何的对话，也没有听说莫迪曾经做出相关的一些保证，确保能源的价格稳定与供应安全，一直是这个印度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目标。我们想请问一下彬哥，怎么看一下这个川普跟泽伦斯基今天的碰面？我觉得川普每一次都这么关注泽伦斯基穿什么，我觉得蛮奇怪。但是我觉得他有点故意，是因为他知道泽伦斯基这次来是要跟他要东西的，要战斧飞弹，要这些，他根本不想给，所以他就是有点顾左右而言他，就跟你扯东扯西。那到最后关键话题，他其实就直接告诉你，他觉得这是美国的武器，这是美国保卫自己的东西，对，我不能随便给你。讲大白话了。那实际上，
这就是他跟普丁通话之后的结果。什么结果呢？我相信普丁一定告诉川普，你如果给他战斧飞弹，那我们就只有把战事升级。我相信他一定是讲这一类的话，因为实际上，我想，包括泽连斯基自己心里头都很清楚，就算你拿到战斧飞弹，你不可能改变这个战局。战斧飞弹是威力很强大，没错，打击也很精准，但毕竟它是个次音速飞弹。对你就算射程可以到达莫斯科，你确实可能对莫斯科造成伤害。但是第一个，你能够拿到几枚？美国会给你几百枚吗？也不太可能，他大概就给你几枚，象征性意思一下。那你对俄罗斯造成的伤害是有限的，更何况它是次音速飞弹，所以它被拦截的几率是非常高的。那这只会招致俄罗斯更强烈的报复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乌克兰本身也未必有利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川普不给泽连斯基战斧飞弹是正确的决定。是对，重点是。你们真的是想和平吗？我觉得匈牙利这个总理奥班讲的就非常妙，他说我们是几乎是唯一真正支持和平的国家。其实他就是在告诉大家，欧盟这些国家并没有真的支持和平，你们还是希望乌克兰继续打下去啊，不是吗？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奥班也讲了个大实话。那可是这个和平协议真的能够举行吗？就算他们真的在布达佩斯，川普跟普丁会面，他们也不是第一次会面。上次普丁还跑到美国去啊，是这样。对啊，那所以你说这个会面真的会有什么结果吗？我看恐怕也很难，因为症结就是在于普丁要的条件，乌克兰跟欧盟都不愿意答应。那问题是你要在乌克兰跟欧盟愿意答应的情况下叫普丁收兵，我觉得目前的情况看起来是不太可能，因为战场上他就是占有优势嘛。所以我个人认为恐怕战争还是会继续下去，很难延伸哦。那至于白令海峡这个所谓的海底隧道这个东西，对，老实讲啊，这个已经延拟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它的重点不是在于水温，因为白令海峡其实很浅，你知道那个水温不是问题，问题是太冷。然后第一个冷得要死，那个地方太冷，施工就很困难。是。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你建了之后怎么回收，效益在哪里？虽然他们本来建的目的就是为了运送这些原油啊这些东西，可是你建了之后怎么回收？那个地方到底能够运送多大量？还有没有这个经济价值？维护费也是很贵。是，那个地方那么寒冷，你维护费肯定比平常还要高很多。那更重要就是以美国跟俄罗斯现在的状况，你哪有需要建这条海底隧道？你们到底想要运什么？根本没东西可以运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海底隧道在可见的未来要建的机会都不大。是，主要不是工程上的原因。那至于说印度这个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印度当然是想要积极改善他跟美国的关系，因为跟美国关系不好对他不利。可是你要他因为要跟美国搞好关系就去制裁俄罗斯，这恐怕也不是他愿意做的事情，因为他很多东西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所以我认为大概双方也不太可能达到什么很理想的一个协议。我们请永明老师。川普上来之后他以为他自己可以在24小时结束俄乌战争，然后他发现到其实他处理关税问题，他可以随他的心意，因为很简单，因为是你自己的关税、你自己的市场、你自己的经济，但是他现在开始尝到苦果。可是他以为安全的问题，他也可以照他处理关税一样这么简单、这么容易，没有。他现在知道，美国在安全的问题，在就是战争的问题上，这牵扯到别人的领土、别人的主权、别人的政权。不会那么的顺心，让你美国川普就是好像这个说什么就做什么，最多跟你演一场戏，从阿拉斯加到华盛顿，现在是不是又要到匈牙利了呢？这场戏，这场外交秀，他对于真正的军事战争的处理的能力如何，还是要取决于实际上的实力以及你的战略。不过我可以确认一个事情从拜登到川普，美国在俄乌战争上军事战略根本没有这个出路，也没有可能性去介入去处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自己不愿意去参与到里面，因为你就直接跟俄罗斯交战，这个是我们在台海要深刻了解到两个核武大国是不会直接发生战争的，是因为他会避开，因为可能会高升会变成一个核武大战。那你既然不能直接介入，你就军事援助、经济援助、经济制裁、石油禁运。都做到了，还爆掉北溪2号，还有什么？
那结果呢？你看到现在要战斧，战斧一枚140万，那他能够给几枚？那你战斧的基地，他很快可以摧毁你。所以呢，川普后来想，还是跟普京谈吧。对，那这个时候要注意到，他会不会放弃乌克兰，就不理你了，你就自己这个自求多福，或者是他帮乌克兰就划了国界了，甚至他出卖乌克兰，出卖了泽伦斯基，为了要取得普丁承诺停火、停战、和平协议。那另外一方面，你看到国际油价现在开始在降了，因为这个很反映地缘政治哈。一方面也许是加沙战争，这个20点协议得到进一步的第一步初步的实践，可是呢，俄乌战争似乎也慢慢的底定，所以国际油价现在布兰特大概是61块美元，西德州大概是57块美元，那已经低到就是很低，所以印度才说啊，如果我不买俄罗斯的，其实我跟国际上去买也没有差太多。现在已经印度在做摇摆，至少莫迪是这样一个说法，是，当然也有川普的压力，是这种摇摆就代表着能源经济已经认定在俄乌战场上，其实大概不会拖太久，多久我们不知道，因此就要看接下来川普跟普丁见面，他到底是会不理乌克兰，帮乌克兰划了国界，还是卖了泽伦斯基呢？好，我们请李将军。我们2个月前8月15号，普京跟川普在这个阿拉斯加举行过会谈。我们经常讲一句话，这个如果说你在战场上面你得不到的，你也不要想在谈判桌上面想要得到哈。那我们盘点一下，从这个2个人在阿拉斯加会谈以后到现在局势的发展，那当然和平是看不到任何的迹象了哈。那我们先从战场上面的局势跟各位观众做一个报告。在战场上面来讲的话，俄军现在这2个月正加大攻势，这个北边从库皮扬斯克采取包围攻势。目前来讲，这个乌克兰军队大概有5个旅在这边被包围住了哈。这样，另外在红军村大概市区里面这个比较高大的建筑物，大概俄军也都已经占领了。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俄军还加大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这个来实施攻击攻击到什么程度呢？大概打掉了60%乌克兰的能源供应设施。我们都知道，马上冬天要到了。去年乌克兰就过了一个很严寒的冬天，因为它没有供暖设备可以用那今年来讲的话，它已经被打掉60%。那乌克兰紧急跟这个北约国家采购了2亿欧元的能源准备今年过冬。那能不能够顺利采购到？就算是你采购到，如果说你的这个供应设施都被打掉的话，你今年的乌克兰老百姓很难过。是。那当然，川普看到这种情形来讲的话，他在这个1个月前就开始放话，说如果说是你普丁不住手来讲的话，我就要提供给这个乌克兰战斧巡弋飞弹。我想大家回头去看的话，大概这个事情大概1个月前，川普就已经开始放这种话，很明显的就是威胁普京，就是你要收手不好，我就把这个战斧型巡弋飞弹就给乌克兰之后，这种战斧型巡弋飞弹可以射程2000公里，可以直接打到莫斯科。那2个人在前天的上午，我们台湾时间了我们台湾时间是凌晨，因为时差的关系，2个就通了电话，讲了2个半钟头。这2个半钟头重点就是在讲战斧型巡弋飞弹，而且是普京主动打电话给川普的。我觉得这很明显就是警告你如果给战斧型巡弋飞弹来讲的话，这个战争一定会升级一定会升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接完电话以后，他就退回去了。他知道说普京跟他来硬的他就退回去。那今天来讲，因为他先跟这个普京通完电话，他在今天大概就把跟普京谈话的内容转达给泽伦斯基了那泽伦斯基明显就是被这个川普摆弄的一个棋子，然后大概跟普京讲完以后，然后双方再约到这个就是布达佩斯来见面，川普跟普京。但是这个地点也很有意思，大家记不记得在阿拉斯加会谈结束的时候，那时候这个普京离开的时候跟川普撂了一句话：“我们莫斯科见。”大家记不记得？但是现在有到莫斯科，当然川普是不可能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大概就是这个城下之盟很没面子，所以双方就约在
这个匈牙利见面，但匈牙利也很有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你知道，匈牙利的总理是亲俄的，就代表说这个地点来讲的话，是对。如果说两个要见面，在这个地方谈，在这个主场优势上面的话，还是在普京的手上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地点应该是普京定的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谈。那到时候我觉得，如果说是战场上面你得不到优势的话，我觉得这个川普见面来讲的话，在匈牙利见面大概也谈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来关心，在目前美国政坛，川普是不是在肃清自己的一些相关政敌？这个对象对准的就是这个国防部长，也就是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因为按照这个媒体或是一些相关政坛一些观察，很可能赫格塞斯是这个美国在川普第2任期内。内阁改组第一个可能中箭落马的这个阁员，那包括了这个赫格塞斯，他到美国的一些海军陆战队基地访问的时候，都在场外可以看到就很多人对他进行抗议。那赫格塞斯呢，在这个针对这个加勒比海行动呢，跟这个司令就是霍尔西有出现不合的情况，美国南方公司就令其他要提前离任。可以看到，包括了这个赫格塞斯对于下面的这些军方的一些领袖呢，是有提出了一些提前要请他们走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另一个部分要整数的就是川普第一任的时候，美国的前国安顾问这个波顿，因为波顿被指控他有涉嫌把高度机密的内容分享给家人，这个违反了所谓的间谍法。按照川普的说法说，波顿是个坏人，讲得非常的直白。无独有偶，在美国，川普有整肃自己的这个军方的人马，习近平是不是也开始出手来整治军纪？这个包括了他一口气摘掉了27颗星星，这个引起了这个我们的国安单位也相当的注意哦。根据统计，一口气总共摘掉了27颗的金星，来凸显习近平他现在刀刃向内的决心，而军中的权力呢，也进行加速的这个重组。包括了这个何卫东，包括了苗华呢，目前呢都在荧幕前消失。按照了大陆这个解放军的发言人，他的一个说法是说，这个是在进行所谓反腐的一个相关的行动，没有禁区全覆盖，是零容忍哦。那这9个人有一个特性，就是他都是习近平的亲信。那整个案情牵涉特务系统以及逾100个将领，可以说是引起了这个包括两岸都非常注意这件事情。而根据这个大陆的解放军的报纸有提出一些相关的一些评论，是说这些贪腐腐败分子要严肃的进行惩罚，是军队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推进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胜利。那这个东西也引起了大家媒体的一些关注。解放军4个将领被拔，人大代表，这是4中全会前面要巩固习近平的相关的一些权利吗？那这些人其实大部分都是习近平自己提拔的这个军方的高阶将领，但是却出现陆续落马的状况，恐怕已经危及他的一个权力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架构。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中美之间军武上的一些选择的一个大不同哦。目前美军高层主要依赖 AI 来进行决策，很多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拟定都是用 ChatGPT 来进行后续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划。特别是美国陆军将领，他们很喜欢用人工智慧来制定领导决策，这引发了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人工智慧的这个造成机敏资料外泄的一些状况，都有出现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疑虑。那另一方面，美国则是加强在中国附近来部署这个航空母舰。美国第7舰队的发言人就有特别提到，像是华盛顿航母还有尼米兹号，目前正在行动区域内进行所谓的例行行动，它整个覆盖范围包括了西太平洋和这个印度洋，特别是尼米兹号恐怕会延长在西太平洋的部署，来维持美国的海军存在。而另一方面，美国在这个航空母舰有一些加强部署的一些行动计划的安排，在中国则是秀肌肉。目前从这个直播会
从这2天的公众日就开放了这个飞龙的经验亮相。飞龙可以说是目前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的飞机飞龙号，这样的一个起飞的一个过程，跟在这个表演的一个过程，可以说是相当的令人惊艳。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相当的震撼。那另一方面呢，在陆军方面呢，则是实施了这个风雷飞行表演队，这是属于解放军陆军的这个系统，在现场也在进行相关的一些飞行上的一些表演。大陆方面还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新型的军事的装备来秀他们的肌肉。当然，另一方面，在大陆的雷达的武器呢，也有一些新进的一些技术。现在是说可以在24小时之内来追踪美国的 F-22跟 F-35，这个大陆的太空雷达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我们请彬哥。这个赫格塞斯到底会不会被换掉？其实目前还很难讲。我觉得，因为他在某些地方，我觉得他蛮配合川普的，对，包括对这个军队进行相关的整顿啊，然后要求他们全部服从川普个人，而不是美国。其实我觉得这在过去美国的军队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赫格塞斯现在正在要求整个军队对他们个人效忠，这个所以他是还蛮完全在执行川普的任务，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他会很快被换掉嘛，我看还有待观察。那导致这个美国这个南方司令因为加勒比海的行动的问题跟他决裂，其实不意外了。为什么？大家去看，美国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哦，把8艘军舰派在加勒比海这个地方。那请问一下，你到底在干嘛？搞不定。然后你说在对付毒枭，这个实在是太奇怪了。你军队有必要去对付毒枭吗？美国的海岸防卫队在干什么？而且你打的真的是毒枭吗？因为美国陆陆续续公布了好几段影片，都是他的飞弹直接击中了毒枭的船，然后把它摧毁了。那请问一下，这个影片里头能够证明那个人是毒枭吗？那你毒品在哪里？你到底抓了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行动让人家觉得非常奇怪，感觉上就是单方面在对委内瑞拉施压，可是有必要动用8艘军舰，然后长期在那边，上面又有海军陆战队，这个钱是花钱如流水。他们到底在做什么？这实在是令人非常奇怪。那军队的整顿，大陆这几年来一直在干，包括之前火箭军也是重大的，很多人就落马。那现在又何卫东啊、苗华这些出事。那你从某一种方面来看，你可以说，看起来习近平把他一个一个他自己的亲信都干掉了，那他在军中的掌控力会不会不如以前？那甚至会不会这个都会动摇到他的地位？但你反过来想的话，是不是也就是因为习近平对自己非常有自信，而且他的掌控力十足，他才能够做这么大规模的整顿？所以我觉得就要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那不管怎么样，能够整顿贪腐都是好事。那如把贪腐的官员换掉，换上相对清廉的、比较为国家做事的人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是。那至于说 ChatGPT， 其实这就很严重。因为你说这人工智慧是不是能够大幅帮助人类？其实是。我相信现在连我们同业记者很多人写稿直接都在直接用，因为很快，真的很快。那可是你说协助辅助你做决策，当然是件好事。可是第一个，他给你的资讯到底正不正确？其实你常用这一类人工智慧的人就知道，他常常给的是错误的讯息，而且他一本正经的告诉你错误的讯息，这个是很危险。这是一个。第二个，不要忘了他在回答你问题的时候，同一时间他其实也在收集你的资讯。对。所以，如果你长期依赖它去做决策的话，你的决策大概全部都会被 ChatGPT 知道，这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这要看美国人怎么样去管制相关的讯息不会外泄。因为反过来说，如果你的 ChatGPT 被别人掌握的话，你整个美国军队是被人家一览无遗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那至于说中国大陆这几年在雷达上真的是有突破性的发展，包括这个在轨卫星，包括他们现在建立的雷达网。其实应该已经可以破解逆中战机了，因为最近已经传出来好几个讯息，包括可以直接用歼16直接就去咬 F-22，那甚至他们现在也正在不断的研究量子雷达。那如果量子雷达真的成功的话，我觉得人类未来就不会再做这一类型的逆中战机了，因为毫无意义。所以科学真的在快速演进，我们台湾真的也要赶快跟上。请李将军。那个《孙子兵法》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这个就是一种慎战的观念，谨慎的慎。那另外后面还有讲这个主不可怒而兴兵，将不可运而制战。你知道南方司令跟赫格塞斯，我知道他们两个现在在吵什么？两个在吵说怎么样
怎么样结束这场闹剧。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是你现在弄了那么大一个舰队，已经1个多月了，在海上漂1个多月，那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收回来的话又很没面子，继续打吧，你又打不下去，哪有说是用兵这样用兵的？如果你真的是要教训委内瑞拉的话，你应该比照巴拿马这个捉拿诺内加那种方式，直接用奇袭的方式嘛。那你怎么那么庞大出去？你不要说是委内瑞拉，这个马杜罗现在已经这个清清楚楚，连我们在台湾我们都知道你在美国在搞什么。那诺内加这个委内瑞拉已经做好作战的准备，你这时候你怎么？我现在觉得说两个在吵是怎么样收场的问题哈。这个赫克塞是贸然的，我觉得跟川普两个哈根本就是把这个用兵当儿戏了，突然就派了一个舰队出去，然后这么庞大一个舰队在海上漂了1个月。我试问一下，这些官兵要不要回来休假？要不要回去看家人？那你怎么样收场？我觉得现在两个在吵的是怎么样这个结束这场闹剧哈，然后找不到台阶下，那先攻也不是，不攻也不是。那我觉得另外来讲，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这次整肃军纪确实是很严重的事情。大家知道，这个共产党它是以党领军的，所以你知道他这个包括到何卫东他的位阶有多高吗？他们讲说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是谁？主席就是习近平嘛。所以第二把手是谁？就是副主席嘛。那何卫东当初是他极力提拔上来的一个人，等于是说破格任用。那我们不要讲到第2把手，跟第2把手平行的大概有2个2把手。这第1把手军政军令直接掌握在习近平的手中，2把手有2个，这2把手一个就是何卫东，一个就是政治部主任就是苗华，这2个，这2个同时办，你就知道这个习近平这次来讲的话，整肃军纪的魄力其实是非常大的，他可以说是毫不留情面。那除此之外我个人觉得比较严重的，另外9个人里面我注意到还有1个人是谁呢？是东部战区的司令然后这个何卫东原来也是从东部战区司令升上去的。那我觉得习近平宁可，因为东部战区就是对我们台湾作战的嘛那宁可把这2个东部战区前后任的东部战区司令都法办，但是宁可就是以整肃军纪为先，反而我们台湾这个时候在这个对大陆来讲的话，在这个可以稍微暂时缓解一下，不会那么急。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我觉得说大陆方面他们整肃这种贪腐确实是很雷厉风行的啦。我们之前还看到火箭军包括他们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对不对？李尚福等人也都是因为贪腐，然后被这个习近平拉下来，直接送法办。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对军队来讲的话，你就是要军纪严明嘛，杜绝贪腐，这个部队以后才会有战力的。好，我们请永明老师。我看到赫兹塞是跟这个南方司令部的司令的这样的一个冲突。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个大陪审团起诉波顿，所以这个内斗内行往内互打不是台湾的专利，这个川普政府更严重，不得了。那就表示说委内瑞拉是不是要等到换了新的司令之后，明年他会采取动作，还是说用这个换司令来找下台阶，让委内瑞拉外海的这一些军舰 F-35核子动力潜舰能够各自回家过节，就看很快我们就知道。波顿我觉得难以想象，你怎么会跟你家人去分享这个高度国安机密？因为那是一个很复杂的来龙去脉。那现在你居然被大陪审团认定你犯了18项重罪的这个指控，那很可怕可显现出其实川普真的是对波顿极度的厌恨。过去2个人事实上用波顿用了很久对，那波顿是长期以来大概有将近20年吧。我在20年前我都跟他一起开过会，不太喜欢他，他很高高在上，他很自以为是那他学术又不是很好，因为跟政治的连结太深。可是呢，波顿是很有他的名声，又做联合国大使，所以这样子的对待他，那其实那种走政治这条路真的是要警惕。我觉得在大陆这边27颗星星其实就显现他讲那句话嘛，涉巨额贪腐。你要知道，在中国大陆这边以党领政，以党领军，其实你做这种公众人物或者这些这种公务的这个职位很容易得到就是说一些方便跟利益。因此要怎么样去
杜绝这个东西。我觉得习近平一直以来对这个事情他还真的非常的在意，尤其是军方是那因此呢，我们不要从我们台湾有些分析说这个习近平是不是因此这个基层不稳，权力不巩固？你错了，权力才巩固的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哇，20颗星星下来啊，那他们最近不会这个攻打台湾了？我觉得这个想象力也蛮丰富的继续来看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谓上政策是什么？就是官方川普所有的关税措施。但民间企业呢？美国企业仍然陆陆续续的往中国大陆的市场走。所以我们看到了黑石集团呢，到了大陆去跟王毅会面。那王毅还特别去赞赏苏世民长期奔走在中美之间，促进两边的人文交流、两国发展那不只是黑石集团他们是很大的投资，还有科技之外。库克、苹果当然在大陆市场是很大的，所以除了之前到那边到店去开微博直播之外，近期也接连访问了很多人，商务部王文涛、工信部长各个的领域继续走。他说他会持续坚定扎根中国、深耕中国，想要帮中美合作共赢。贡献出正面的力量。那现在正在谈判的时候，库克的态度是什么呢？包括了透露Apple 的 Intelligence 的各种的系统正准备努力的进入中国市场，因为它包括了最新 AI 的可能的模型技术，一直被说包括最新的投入里面看不到新的创意，所以接下来呢，要有更多的创意来进入中国市场，才有办法这个对抗所谓的内卷那光内卷之下，还是有很大的市场是库克要的呀。但是呢，是不是不靠美国所谓的晶片被美国拿捏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真的完全被这个绝地反攻呢？以黄仁勋来说，本来是希望在中美当中得到平衡的，也一度说服了川普能够对中国的晶片市场有放松管制的可能。没有想到最后辉达在中国的市占率呢，要由95%归零了吗？这个黄仁勋说，那这个是不要还要活吗？等于是形同美国就失去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他认为美国如果你要赢得 AI 竞赛呢，决策者要做正确的事情，他希望美国赢，但是他说了关键句，伤害中国的事情往往也可能伤害美国，甚至对美国的伤害会更严重。所以像以路透社报道被北京封杀，美光是第一家嘛疑似这个美光是不是准备真的被锁定之后决定退出大陆市场呢？这件事情很受关注。同时呢，美国对于所有的设计 AI 的晶片的封锁，变成中国企业的兴奋剂吗？就是在各种的投入跟这个补助项目里面，让他们更想要奋起。所以中国版的辉达寒武纪目前也成了这个股王股市里最赚钱的股票，不断的飙涨的股价，还有加速 AI 的自主化之外，中国移动已经3年后准备要启动全国国产的晶片。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晶片还是要靠美国这件事情，是不是彻底的已经产生了极度的扭转跟变化？那不只是美国的企业跟其他的盟友之间的关系产生变化，跟关税当然有关系。其中加拿大是立刻从最亲密的朋友变成可能要对抗的对象。直接加拿大是说川普呢是签的这个新禁令像中重型的进口货车要课征关税嘛那墨西哥首当其冲嘛，这个所谓25%的关税，11月1号就要开始征收。那对象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呢这些的这个威胁呢，加拿大美国商会都驳斥说，哎呀，所谓国家安全征税理由站不住脚。但川普就是要硬干，但不管是加拿大，其他的国家都一样加拿大直接再往大陆走了吗？面对美国贸易壁垒政策的困局，最新银行报告呼吁加拿大制定新汽车战略，汽车是重中之重建议寻求跟中国有限技术的合作。而加拿大外长到访华会晤了王毅的情况之下呢，也表示要讨论各种合作贸易的合作油菜籽、海鲜、肉类通通都可以，其中当然电动车是重中之重。那么大陆的电动车现在的竞争力，除了内卷，是不是也准备向这些跟川普开杠的国家打开更大的通路跟市场呢？也来看看印度印度到底是跟川普好还是不好？一下子互相送爱心，一下子好像又弹回了原点。那印度最新的消息是路透社的报道印度考虑要放宽部分
进口中国产品的进口，因为它在调整贸易政策啊，尤其是双边贸易关系，如果美国在各种的变动底下到中国去，是不是可靠一点？时隔了5年的复航啊，这个大家很关注啊。东航18号宣布的开售中印航线机票哦，11月9号开始呢，上海到德里航线5年了，已经断航，现在总算恢复复航，每周3就要开始起飞，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跟风向。委员，电视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宝，我把它再强调一下。你知道川普看了这个电视墙，他最怕的是哪个消息吗？他最怕的不是库克到北京见了王文涛，而是黑石集团的苏世民投资大咖去跟王毅见面了。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苏世民到北京见的是王毅？那为什么库克只能见到了王文涛？这还是有差别的哦。你知道黑石集团是全世界最大最神秘的资产管理公司啊，私募基金、对冲基金、房地产、救助基金都他在掌控的。你知道大家常常听过的贝莱德，贝莱德就是黑石公司里面分出来的。贝莱德正准备要去进行加沙走廊的重建，将来乌克兰的重建也是在川普口袋里面的名单，也就是贝莱德。所以你知道黑石集团太重要了，它就是川普的核心。明年就要选举啦，黑石集团太重要啦。而且黑石集团在川普的团队里面，说实话嘛，贝森特、卢特尼克，甚至连他的副总统范斯，他都熟悉的不得了啊！这些人都拿过他的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他发现苏世民跑到北京去了，跟王毅见面了，两个人之间还buddy，相谈甚欢，你不觉得给川普多大的压力吗？为什么今天情势走到如此之地步？就是川普违反了国际经济秩序嘛，他违反了经济运作的原理嘛。你知道什么叫比较利益原则？比较利益原则就是告诉你每个企业我不可能把我所有的部门都放在同一块地方，这样成本太高，我负担不起，所以要进行国际分工。而我要进行国际分工，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布局，我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啦。可是你今天川普就用了关税这一个你自以为是的武器，你就要把我们这些企业逼回美国去，怎么可能呢？我企业是将本求利我是为了赚钱，我又不是慈善家，我为什么要听你川普的错误的政策，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然后把这些企业迁回美国去呢？我的老师叶伦就骂过他，你不可能的，你要把这些企业都移回美国去，这是做不到的。这一次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直接就告诉他，你这个是自残，是美国在自杀。果真如此吗？你说川普现在急得不得了，他觉得中国寄出了稀土这个绝杀武器，他以为去找格陵兰就可以得到稀土的矿产，他以为跟日本合作可以到小笠原群岛去找一个蓝鸟岛里面海底有很多的稀土的矿产。你以为开采重要吗？中国大陆最大的优势不在开采，它最大的优势在萃取跟精炼。它的萃取精炼占了全世界的90%以上，这才是你美国最难突破的关卡嘛。
你如果川普连这样的经济规律都不懂，你只懂娱乐事业，只懂得追女朋友啊，跑萝莉岛去黑比，或者说你只懂得房地产，你当然就成为老土一个嘛。你根本不知道现代的投资到底怎么一回事啊！是我们当然一篇看着开票，现在郑丽文的得票已经超过了25000票，后续我们陆续帮大家掌握。但这个美中对抗里头，现在的趋势发展看起来的确在美企的部分跟其他国家的部分，美国的盟友正在找出自己想办法的出路。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叫斗而不破，大家都知道这个斗的话呢，现在是上斗下不破啊，意思也就是说上面的话呢斗得非常激烈。我们曾经说过啊，商业部的话呢，就是集中的话要让美国痛啊，不管讲了一大堆的话，让美国感觉很痛，而且呢非常惶恐啊，就是说胡言乱语啊，然后呢倒行逆施啊，想拿不出办法。因为大家要了解，之所以会发生这个样子，因为川普听了很多他用的内阁阁员，像贝森特啦、卢特尼克啊，他们这些人呐，贝森特跟卢特尼克，他们基本上都从华尔街出身的，他们都是从事于。记住啊，他们是投机啊，不是投资啊。投机的人的话，就像打梭哈一样，这大喊啊，就这把你吓住啊，这就叫打梭哈。但是呢，中国本身啊有这个悠久的历史啊，就像是70岁的老翁啊，面对一个8岁的小孩，8岁小孩一阵王八拳打过来以后，一开始有点手忙脚乱，后来发觉其实根本没有内容。我这边要强调啊，就是这个上斗下不破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企业啊。他们本身来讲，要发展企业的时候呢，其中呢要注意2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呢，找到适当的地点跟时机来投资；第二个的话呢，以获利为最终的原则。你讲黑石也好啦，讲的 iPhone 也好，甚至包含的这个 NVIDIA 这个黄仁勋的公司啊，那个他们基本上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但是我们特别把辉达拿出来讲一讲，我觉得黄仁勋讲的话呢，它是双面的哈。第一个的话，我看到黄仁勋在讲到他自己的话呢，从95%的市占率到归零的时候呢，让他自己的表情并没有真的很惶恐。一般来讲，做生意的人的话呢，从95%市占率变成归零的话就很惶恐，他没有，因为其实讲起来了，全世界的要发展 AI 都要用辉达的 GPA。所以说光是 OpenAI 之外，美国的市场大概就有几百亿的美金的生意在等着做实际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里面只要稀土的发展没有问题的话呢，那个就是不是他的问题，就是他没有这个生意问题。但是他为什么会讲出这番话来讲呢？就是因为呢，卢特尼克多嘴。如果你说的就是讲到说 H20啊，这个我亲眼看到他讲说对于美国来讲是4流芯片。你要了解你卖的芯片你卖的又不便宜然后要中国买4流芯片，然后中国自己本身在发展就是中国在发展整个半导体的科技的发展当中所有的一切，当然我必须强调，当你没有了这个全球化的过程，没有全球化的分工的时候，确实在发展很辛苦即使的话，上礼拜我们看到新凯莱本身有各式各样的发展，但是也并没有代表说是这么直接有效的能够发展科技。但是卢特尼克讲话的话呢，让这个辉达本身的芯片其实辉达不是单卖芯片而已辉达是在卖它的生态环境那个CUDA的生态环境对他来讲的话呢，你用辉达的芯片 GPU 的话呢 GPU 一度的发展，你就会像我们当年的286、386、486、586，你用的基本上都是 Microsoft 的软体。是在这种情况，他卖的是这个部分，但是这个部分呢，在美国那些馊主意那些搞的这种用只做投机不做投资的人的话，不做自己的未来做投资，所产生的一个结果非常严重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不但得罪了人，你得罪了别人不说，你还得罪了自己的人，甚至得罪了自己的盟邦。这个导致出来的一个现象，就是美国现在的做事情态度非常被动我们必须强调，那个川普最近的话呢，那个报纸上已经登得很清楚，再把卢特尼克叫过来骂了他一顿为什么呢？就是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现在整个贸易政策都会出现很大的错误。林老师，当然这个指标国家加拿大跟印度这2个国家的产生的变化是最大。那印度是不停在摇摆，到底是友好还是对抗？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讲过很多次就是川普是很奇怪的人，因为如果你要打关税战，你应该把你的盟邦结合起来，一起来对抗中国。他不是，他所有的盟邦加的税关税一样的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如果今天要跟中国对抗，你应该是你要拉帮结派，他不是，他说他觉得他自信很强，你们全部一起来打我，我1打几
可以，我还是可以照样赢啊！我觉得川普好像就有这种自信啊，觉得说你们全部加起来大概也打不过我们美国，可是看起来就不是了。前面他蛮顺的嘛，他一开头我觉得最丢脸就是打我的这个研究的领域的非洲那个赖索都给他打得一塌糊涂，莫名其妙。人家小小的一个国家，你给他搞那么多关税干嘛？所以这个川普的这个脑筋不晓得在想什么。那好，难道今天加拿大没有看到美国的黄豆、大豆没有卖到中国之后，巴西占了便宜？哎，加拿大也有大豆啊，加拿大还有些小麦啊，还有玉米啊这些东西，他也希望农产品能够就是美国这边如果不买它可以进去。你看，举个例啊，我们讲说这个燕麦也好，或者说小麦，加拿大也是一个主要的产地啊。如果今天美国这些农产品都不能进大陆，那加拿大当然是愿意来填补，只是不知道会不会一进去以后又被美国好像说搞一个什么间接关税来惩罚加拿大，我不太清楚啊。那印度我就觉得说，终于看到他们，你说这两个人口都超过13亿的大国啊，14亿吧，差不多，就是平均。然后互动会那么少吗？你的直航终于慢慢恢复了啊！我就想到看到印度的这个航线跟大陆开始互动之后，我就想到我们这个两岸的航线，过去曾经有过50个城市在对飞的，现在就是只剩10几个在大陆。然后说我们陆委会还在开放说，以后可以开那种包机的点，问题到你现在为止连旅游都没有开放，所以。务实是最重要，方便老百姓。印度的老百姓现在跟大陆，大陆我相信也有一大堆。我对印度的印象很深的一个就是很多，虽然印度是信奉印度教，可是很多的佛教徒很喜欢去印度去，有点像朝圣，就像基督徒会去耶路撒冷、去以色列一样的。就是今天以色列根本是一个犹太教的国家，可是是基督徒去。印度是一个印度教的国家，可是很多佛教徒要去看。那今天你这个把航线弄多了、更多了以后，那我相信还可以制造出更多的航线或者一些路线，说这个旋转来到哪里的，这些对印度本身的观光也有帮助，对中国跟印度改善关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了观光客之后，大家互相会来往，然后印度的这个我们讲说软体的工程师，今天被美国搞到都不能办绿卡了太贵了。从那个这个 H1 Visa H1 这个工作签证要搞到那么贵的美金那他们缴不起的时候，大陆招个手，我觉得他们慢慢是有可能会去大陆工作的。所以川普就是一个觉得说我把所有的敌人摆在一起，我还可以打赢。但是对不起，现在看起来不太像。如果你的总统突然讲出了 F 开头的这样的脏话的时候，一般官方会怎么处理？当然，像我们的总统讲了，好像可能大家有争议的话，就直接消失在新闻稿里嘛。但是美国不一样，美国似乎觉得总统讲出这样的语言是好的，是个 top 很硬汉的感觉，所以呢，还特别剪成影片公布出来，来听听川普怎么骂委内瑞拉的总统。Mr. President,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Maduro offered everything in his country, all the natural resources. He even recorded a message to you in English recently, offering mediation. He has offered everything. He's offered everything. You're right. You know why? Because he doesn't want to f arou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逼掉的地方当然就是脏话，他们还要公总统府特别公布这段影片，因为呢，本来出兵到委内瑞拉去，哇，打商船啊，甚至不惜要发动什么这个内战级的但委内瑞拉总统本来很硬。就是要对抗到底，结果现在传出来私下对美国的重大让步，包括了愿意提供石油矿产资源，让美国入股啦。他知道川普喜欢什么，你喜欢我们石油吗？喜欢我们矿产吗？我就让你入股。那或者甚至进一步说，让副总统上来当这个总统好了，那他下台是不是可以好呢？但显然川普给他的回应就是说，他因为他不想惹美国，等着后果好了这种脏话的这个。跟讲出来跟作为呢，其实是一致的，因为他现在似乎派出了前猎杀宾拉登部队前往委内瑞拉。其实委内瑞拉一说常常 taco 的这个川普现在就更硬了，
硬还要更硬。他直接说，我们派这个部队到委内瑞拉，美国还有3种战机威胁。那尤其是委内瑞拉在这个时候，居然有一艘军舰搁浅沉没，大家觉得这个时间点太特别，发生什么事？这是《华盛顿邮报》的这个报道里头，这个包括宾拉登的美国第160的特种作战航空团哦，叫做夜行者，已经部署过去了。那要干嘛？是想要斩首谁吗？那或者是这个距离委内瑞拉边境才140公里的地区活动呢？还有所谓的舰艇搁浅，自己的船只发生问题，大家觉得很奇怪啊，到底怎么回事？美军袭击摧毁委内瑞拉的船只哦。到10月中旬为止，目前已经造成了27人死亡，大概有6起攻击事件，这些都来自于美国自己公布的，在国际水域上，他声称这些都是毒枭，直接去把它歼灭，所以司法监督任何形式的审判都是不存在，美国说了算，就把人给杀了。所以呢，川普在这个地区的委内瑞拉继续硬下去，而且显然这个手段还会更强硬，而针对俄乌呢，对于乌克兰突然出现在了美国，是发生在礼拜5的事情。泽连斯基再次的拜访川普，因为他说我们需要战斧飞弹，马上还有很多架的无人机说准备要飞到俄罗斯去攻击，但是我们缺数千架无人机准备好了。那如果我们没有战斧飞弹，我没办法作战。结果川普居然冷回啊，说美国需要保留自己的武器啦。我们也需要战斧啦，我们不会把保护自己国家的东西通通送出去。那这当然是针对前一天川普跟普京再度的通话，双方也约好2个礼拜后是不是在匈牙利见面，所以欧洲的国家跟乌克兰都很担心。但这一次的这个画面见面之后，看起来川普所表现的态度，因为乌克兰是自己来的嘛流的血已经够多了，停止杀戮俄乌应该原地停战，要再给你这些飞弹吗？门都没有。那对于泽伦斯基的所有回答看起来不满意，面对记者还要自己再补充，看看这段画面。What do you see a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n diplomacy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Biden? President Trump has a big chance now to finish this war. President Biden now is not the president, so he doesn't have a chance to finish this war. And President Trump is really showed for the world that he can manage ceasefire in Middle East. And that's why I hope that he will do this, and we will also have such big success. For Ukraine, it's a big chance. And I hope that President Trump can manage it. I would say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one is extremely competent and the other one is grossly incompetent. 这个问题很关键，川普跟拜登的差别是什么？显然泽连斯基回答他不满意嘛。其实真的最会 LP 是谁？其实看来看去，看起来是普京。普京为了讨好川普，怎么讲？诺贝尔奖失去公信力了，所以你没得到和平奖是错的。美国可以协助在西伯利亚开发、生产、开采稀土等等的，你有很多的好处，甚至还提出来可以有川普隧道盖起来。这个他的内幕僚啊，就说哇，这样一条隧道，如果我们直接通起来，蛮不错的。那当然，泽连斯基听了就很不开心啊，我认为他不喜欢我对此不高兴啊，泽连斯基啊。那川普其实说他不喜欢，可是显然2个人的会面2周后在匈牙利已经势在必行。委员。川普在全世界只怕2个人，一个叫习近平，一个叫普京。他根本没有把委内瑞拉放一回事嘛，他认为加勒比海就是他的后院嘛。从查韦斯去世以后，马杜罗接任，他就想搞死马杜罗。2019年，他在委内瑞拉里面捧了一个瓜伊多，然后搞政变。搞出了委内瑞拉2个总统，那时候委内瑞拉人民还曾经忍受7天1个礼拜断电、断网、断水之苦啊！好，那现在又来了，现在把大军开到了加勒比海，不但有8艘的军舰，在波多黎各还有10架的 F-35的战机。另外还有 B-52战略轰炸机，还有 B-21，他就是现在大家讲说，你到底要真打还假打？结果他现在派了什么，你知道吗？刚才主持人说的，
当时去猎杀宾拉登的特战队小组啊，叫夜行者啊，他是准备要斩首行动啦。你们知道他多嚣张吗？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2个。他说，马杜罗把监狱里面的毒贩放出来，让他到美国去。第2个，他让很多的毒品跑到美国去。证据呢？到现在也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他就要扣上这个帽子，叫整死马杜罗。但是问题是，马杜罗现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所以才会有一些软弱的行为会出现。好，那再谈到更可怜的泽连斯基，好惨，泽连斯基赶啊赶啊，风尘仆仆赶到白宫，晚了25分钟。结果呢，本来以为说可以得到战斧飞弹，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在泽连斯基到白宫以前，川普跟普京通了电话2个半小时，而在其中，川普也不忌讳告诉大家哦，他说他就问普京说：“我如果把战斧飞弹给乌克兰好不好？”普京说不好，这样会使得战火升高。紧张情势升高，所以现在川普就不给啦。泽连斯基多可怜啊，乘兴而去，败兴而回啊，他就准备被牺牲了。好，那现在马上2周后要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就要举川普跟普京要会谈。我的好兄弟苑教授，他对匈牙利布达佩斯一定很熟。布达佩斯有一条叫多瑙河，多瑙河把布达在西岸，佩斯在左岸，对不对？我不知道有没有暗示，因为乌克兰有一条河叫第聂伯河，第聂伯河的右边东面叫乌东，西面叫乌西，那是不是代表说，如果俄乌要停战的话，那可能乌克兰也要1分为2？是，我不知道，不知道。好，对。好，我们补充一下最新的票数。目前郑丽文的票数已经领先的郝龙斌，大概有1万票，持续开票当中。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这个看起来就是。我觉得川普这个人呢，真的是有一点丢脸的。他是遇弱则强，遇强则弱。杀27人的话呢，你找中国或找俄罗斯试试看，啊，你架几门大炮，然后就要这个要那个，你试试看。这根本就不行嘛，对不对？川普现在的话呢，假装是以这个抓到毒贩的方式就枪毙，那个跟菲律宾的那个杜特迪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人家做的事情，起码的菲律宾人还是很支持他的，对不对？那川普干这种事情的话，而且他没有经过审判就直接把人杀了，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回头看起来，我觉得最可怜的是泽连斯基了，真的是非常可怜。基本上川普跟普丁就玩的一场耍他的洋模了。为了这个电话通的话呢，就是他到华盛顿泽连斯基到华盛顿之前的2天，说是什么普丁主动要求打个电话，然后呢，他里面问讲说，我好几千枚的 Tomahawk 这战斧飞弹给乌克兰，你会介意吗？那普丁讲。废话，他们后可他妈一打就2500公里，对不对？当然会介意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接下来2个人就讲说，哇，我们要到匈牙利见面。在匈牙利见面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奥尔班在里面当总理啊，对不对？那本身来讲的话呢，对于这个跟那个俄罗斯的关系最好。那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呢，就是唱了双簧。所以我今天看到 BBC 讲的好可怜，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这个泽连斯基离开了华盛顿 DC，left with empty hands， 哇，真的是空手而归啊，真的是难听到极点。然后事前的话，还在里面像耍猴一样叫他讲英文，问他这个，问他那个，问那些问题都是屁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觉得他是这样子就他有一个英文字最好来形容川普就是水银 mercurial 就是善变，因为水银你知道随时上下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东西。